各位有缘人，不知道你们是否时常会受到上司的嘲笑，或者同事挑衅？面对挑衅或贬低，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。有的人选择忍受，希望通过内心的平静来化解冲突；有的人则选择远离，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；还有的人选择直接回应，用坚定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形式的挑战，无论是职场上的批评、同事之间的竞争，还是路上的不愉快遭遇。关于如何应对这些情况，人们众说纷纭。有些人强调忍辱的重要性，认为通过修炼内心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外界的挑战；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积极反击，用强硬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权益。然而在这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应该透过这些表面现象，去探寻背后的原则和真相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将向大家揭示真正的忍辱智慧。这种智慧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对忍辱的固有观念，还能够让我们从中受益良多。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或许大家听说过庄子的空船效应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当你乘船行驶在河上时，突然有另一艘船撞了过来，你刚想发火，却发现那只是一艘空船。这时你的愤怒情绪瞬间消失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情绪往往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。当我们觉得受到攻击时，很容易产生愤怒或防御的情绪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，或许就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很多人会说，我情绪上升，根本控制不了。但真的如此吗？或许我们并不是无法控制情绪，而是不愿意去面对它。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或受伤，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情绪来控制别人或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这种做法往往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困境。因此，真正的忍辱智慧并不仅仅是忍受或逃避，它更是一种内心的平和与力量的体现。当我们学会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。同时，这种智慧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感受和立场，从而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发展。例如，一位母亲正在和女儿大声争吵，这时电话铃响了，母亲急忙拿起电话。与此同时，母亲的声音中仍然有一丝愤怒，但打电话的人是女儿学校的校长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母亲的语气立刻变得有礼貌。就这样，妈妈用礼貌的语气交谈了几分钟左右，然后挂了电话，然后勃然变色，开始骂女儿。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情。你还会说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吗？所谓愤怒，其实只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。所以很多人生气大多是对人不对事。有些人很生气，心里已经有了对别人的判断，有了对立感。他们该怎么办？假如不符合你的意愿，就会生气。例如，有人划伤了你的车，如果他下来道歉，说他的车出了故障，失灵了才撞到你，你还会这么生气吗？面对不断增多的不喜欢和担忧，人们往往会变得更加易怒和精神疲惫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是否应该选择忍耐，或者努力修炼自己的忍耐力呢？即使我们选择忍受，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能够做到毫无怨恨，不在心中反复折磨那个让我们不快的人呢？当我们审视一件事情时，更重要的是看到其背后的本质和原则。
真正的忍辱不惊并非简单的克制或宽容，因为这些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情绪在没有得到适当释放的情况下积累，最终以更强烈的愤怒爆发出来，甚至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我认为，无论我们因为什么而感到愤怒，这些愤怒背后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我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。这种伤害感可能来自于他人的言行，也可能来自于某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处理这种情绪，以避免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。接下来，我问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摸不着头脑的问题。既然生气是因为你觉得你受到了损害，那么请问你是谁？你一定会说，我就是我呀，我还能是谁呀？探讨我是谁这个问题，是一个深奥且复杂的议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通常会自认为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，拥有独立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思考时，会发现这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。确实，我们都有过在做了某些事后感到后悔或惊讶的时刻，仿佛那个做出决定的我与平时的自己有所不同。这种体验可能让我们怀疑，我们所认为的我是否真的完全掌控了我们的行为和决策。佛教哲学中提到的无明状态，指的是对自身及世界真相的无知或误解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人们往往被自己的欲望、执着和无明所驱使，从而做出违背本心或造成痛苦的行为。我猜你一定有过这种短暂认为你不是你的时刻。现在你还100%肯定你就是你吗？其实这个你认为的你，只是你大脑思维控制下的肉身。你觉得大脑想的就是你想的，大脑控制身体，所说的做的就是你所说所做的。你认同你的大脑，从不怀疑你的大脑，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想法和状态。但其实你被你的大脑给操控了，俘虏了而不自知。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认识到自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，而非一个静态的实体。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记忆和经验都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自我认知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，我们的大脑虽然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重要工具，但它并不等同于我们整个的自我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不受念头控制。真正的忍辱不惊，就是要我们摆脱对我的执着，不再有一系列的大脑思维，比如你我的对立、判断事物、算计得失。因此，真正的忍辱智慧是一个削弱我的过程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让我告诉你2个窍门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找找你为什么会生气。是因为你让生气的想法一念接着一念，你被你的念头给迷住了。生气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，我们天生就会依赖这种方式，这是一种可以让你达到一定的目的的工具。那么既然它是一种工具，就必然可以有其他的工具来替代它。第一种方式就是转念。转念法是一种有效的情绪管理技巧，它涉及改变我们对情境的看法和反应方式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情绪是由一连串相互关联的想法所引发时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停止这些想法的连锁反应。这需要练习和觉察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可以更快地识别负面思维模式，并将其转变为更为积极或中立的想法。
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，都是他的业。如果你不和他链接，你就不会被他纠缠。关于业力的观点源自佛教哲学，它指的是个人行为的因果关系。按照这一观点，人们的言行会产生相应的结果，无论是好是坏。当别人的行为触发我们时，我们可以选择不与之产生负面的链接，不让他们的负面能量影响到我们。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回应每一次挑衅或批评，特别是当这些行为源自他人的痛苦和无知时。就像两个人在桥上开车相遇一样，这座桥只能穿过一辆车，如果挤过去就可能都会掉进河里。而其中一个人现在家庭幸福丰盛圆满，另一个人呢，孤独贫穷，生活充满绝望。那么你认为谁会退到起点，让另一个人先走呢？一定是那个过得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如果因为争执而跌下河里，就会损失太多。所以当你和别人争论时，你不必生气，因为你的生活是幸福的，未来是光明的。如果两败俱伤的话，你不是失去了更多吗？如果你想，他是来帮你历练的，他是来帮你消除内心的障碍的，他用自己内心的痛苦、自己的业来度化你，你难道不应该感谢他吗？这是第一个技巧，转念。比转念更先进、更核心的技巧，是站在更高维度的神性、意识和心灵的光明层面上，将负面能量过滤掉，是一种追求精神升华和内在平和的修行方式。这种做法要求我们超越物质世界的局限，连接到更广阔、更纯粹的存在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能够洞察问题的本质，不被外在环境所左右，从而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清晰。这是最高维度最核心的方法，这就是第二个办法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遇到一个问题时，你就会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看待，它可以为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。这种视角有时被称作全景效应。当人们从宏观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时，很多日常的烦恼和争执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。这种体验在宇航员中尤为常见，他们从太空中回望地球，常常会感受到人类共同命运的连结，以及国家和种族界限的模糊。面对宇宙的浩瀚，地球的确显得渺小，而我们人类更是彼此相连。这种认识在许多哲学和宗教传统中都有所体现，强调了人类共同体和宇宙一体的概念。在这种思想中，慈悲和同情被视为人类本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宇宙大家庭的一份子。当我们从更高的维度观察世界，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，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也变得更加深刻。我们开始意识到，我们的行为和决策不仅影响着自己，也影响着其他人，甚至整个生态系统。这种认知促使我们发展出更强的责任感和同情心。在面对情绪波动时，关闭大脑的喧嚣，回归到内在的神性意识觉知，是一种有效的应对策略。这种方法帮助我们从情绪的控制中解脱出来，回归到一种更加平和和清明的状态。通过冥想、呼吸练习或其他形式的灵性实践，我们可以培养这种觉知，使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大脑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，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认知过程和行为模式。第一，大脑具有自主运作的能力。
很多生理功能如心跳和呼吸都是自动进行的。同样，大脑中的某些活动也是自发的，比如思绪的流转和情绪的起伏。第二，大脑倾向于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处理信息和做出判断，这种模式使得我们容易将事物划分为对立面，例如将经历和事物归类为好或坏，得或失，对或错，成功或失败，输赢或利弊。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有助于我们迅速做出决策，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事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，以及过度简化现实世界的丰富性。这个现象在佛陀在教导中被叫做分别心，指的是人们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区分和评价的心理状态。这种分别心往往是痛苦的根源，因为它导致我们对现实产生执着和排斥，从而产生苦难。第三，大脑确实具有驱使我们不断追求满足和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倾向。这种现象在佛教中被称为我执，即对自我身份的过分执着。这种执着往往导致我们不断追求外部认可和物质利益，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和存在感。当我们处于被大脑操控的生命状态下时，我们的注意力会被各种外在刺激所吸引，而大脑则会不断地分析和判断这些刺激的价值和意义。这种持续的分析和判断会使我们陷入不断的比较和竞争之中，从而引发各种负面情绪和压力。当遇到挑战或威胁时，大脑会立即采取行动，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和稳定。如果常规的应对方式无法解决问题，大脑可能会促使我们采取更为强烈和极端的措施。这种反应是大脑自动运转的结果，通常是无意识的。生气是大脑在应对威胁时的一种常见反应。当我们感到受到攻击或伤害时，大脑会释放应激激素，引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。这种反应会使我们感到愤怒和激动，从而激发我们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。你采取的这些行动伤害别人，也有可能伤害自己。你记住，只要是伤害，就一定会形成意识痕迹的。它呢会自动储存在你的记忆里面，潜意识里积累的越来越多，就会形成你的业力系统。业力系统控制着你的日常行为，投射出你的现实世界。那么让你生气的事情就会一直发生，进入无限的恶性循环里面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戾气很重的人。生气会变成你固定的行为模式，长期沉浸于消极情绪，如同不断播撒厄运的种子，不仅身体会遭受各种疾病的侵袭，人生运势和财务状况也可能随之恶化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回到当下，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审视自己，尝试将思考中的自己视为一个旁观者，运用更高维度的神性意识去观察和接纳自己的一切。想象自己的高我正在俯瞰着众多的小我，只是静静地观察，不做任何评判和对立。例如，当愤怒的情绪开始上升时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现在觉得很生气。这样一说，你的情绪似乎就已经消减了一半。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回到自己的身体上，感受呼吸的流动，或者静静地留意手机传来的每一个细微触感，是冷是热，是光滑是粗糙。当然，在与他人发生争执时，也可以立刻切换成观察者的角色，仔细观察对方的表情和言辞，注意他的话语是否得当，是否与事实相符。
思考如何更准确地表达。这样做让你不再深陷争执之中。通过反复练习这种观察技巧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大脑变得越来越宁静，执念也逐渐减少，因为这就像给大脑按下了暂停键。当各种杂念和执着不断出现时，你不再纠结于对错和得失，而是选择全然接纳。即使你有一些过激的想法，也要允许它们的存在，不加以否认，告诉自己，我看到了，我允许它们出现，我承认它们的存在，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心。当你将这种允许和接受的态度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中时，你会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宁静和和谐。你会意识到，真正的你并非你的大脑所思所想，而是那个能够洞察一切的神性意识。你是你身体的主宰，而不是被大脑牵着鼻子走的奴隶。你是你自己的主人，而不是被大脑所控制的工具。你是那个冷静观察的观察者，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的弱者。千百年来，人们苦苦修行、求佛、寻道、入圣，都是为了摆脱大脑思维的控制，让意识觉知主导我们的生活。道家追求无我，心不死则道不生；儒家追求的极致中庸，佛家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其目的都是一样，让你不要认同于你的大脑。到底是谁主导你的身体？是你的意识觉知，还是你的大脑思维？你是大脑的主人，还是大脑的奴仆？你是大脑的工具，还是大脑是你的工具？你是大脑听话的小狗，还是大脑是你听话的小狗？当你把这个核心问题理解透了，你就开始觉醒了，你就能知道你控制不住生气的原因了。请记住这个结论：喜欢生气、控制不住生气的人，最根本的底层原因就是认为自己就是大脑思维控制下的肉身。如果你想拥有永不停歇的超能力，你必须摆脱大脑对你的控制，不再认同大脑的好坏利弊的评判，也不要再认同大脑评判下的所求，回归你的神性意识觉知，让它主导你的生活。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命运。你是否察觉到自身潜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毒瘤，它严重阻碍了你发挥人生最大的潜能？令人遗憾的是，99%的人终其一生都未察觉到它的存在，甚至未曾尝试寻找解决之道。你或许坐拥金山银山，却每天过着乞讨般的生活；你或许财富充裕，足以傲视群雄，却终日提心吊胆，恐惧匮乏的到来。你是否曾深入思考，究竟是何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挡你迈向成功的脚步？我们都具有无限的潜力和想法，然而为何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出来？为何我们难以实现内在的丰盛与喜悦，以及外在的富足与成功？如果你对此感到困惑，那么请务必关注接下来的内容。我大胆推测，为了追求成功和更好的生活，你必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你学习了无数课程，甚至向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大师请教。你坚信没有努力就没有收获，并将这句话奉为人生信条。然而当你回首过去，是否发现这些努力并未让你过上理想的生活？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是你不够努力吗？还是你付出的不够多？我的回答是，都不是。核心原因在于，你一直在向外寻求解决之道，却忽视了自身内在的巨大宝藏。你忘记了，
你的内在拥有无穷的力量，足以显化你所渴望的一切，创造人间奇迹。在当今社会，绝大部分人与自己的内在世界疏远无依，他们拼命抓住外在世界的一切，试图填补内心的空虚。他们认为成功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，需要披荆斩棘，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，正是这种信念和认知，创造了一个充满重重困难的现实。这种现实又反过来加深了他们的信念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。我们都活颠倒了，走错了方向。我们应该从投影源入手，改变内在的信念和认知，而不是一味地向外改变影片的内容。只要我们稍微向内下点功夫，我们就能获得远超向外求的满足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，我们需要找到并释放内在的神性力量。首先，我们要打破现有的限制性信念，因为这些信念是影响我们成功显化的重要因素。信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，它在每时每刻都在人生中发挥影响。发现并解除限制性的信念，是找回自己内在力量的第一步。我们的信念系统中充满了各种由特定经验产生的信念，这些信念在某个情境下可能适用，但在另一个情境下就可能成为束缚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，及时更新自己的信念系统，避免被过时的信念所困扰。限制性信念往往来自我们的家庭、教育、社会关系，以及小我和大脑的加工造作。它们严重消耗我们的能量，阻碍我们吸引更多机会和实现生命的可能性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，我们需要从潜意识入手，因为限制性信念往往潜藏在潜意识深处。要说服潜意识，我们需要掌握两把钥匙：一是认识到人生就是一场梦幻泡影，一切都是我们的投射；二是明白我们的世界只有我们自己，没有其他人能和我们共享。当我们深信这两点时，我们就能更加容易地调整自己的信念系统，包括潜意识里的信念。当我们想要改变一个信念时，我们要学会主动地去调整它，把它调整成我们想要的样子。通过习惯性的调整信念，我们可以逐渐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成为自己想要的人。最终，我们的人生将完全由我们自己导演，由我们自己主宰。除了调整信念外，我们还需要调整自己的能量振动频率。通过觉知关照和清理掉内在的垃圾，我们可以重新植入新的软件系统，进化出零障碍、零限制的内在系统。当我们与宇宙的法则和规律保持协调一致时，我们就能激发出内在的潜能和生命力，实现更高的目标。要想发挥人生最大的潜能，并实现成功和幸福，我们需要从内在入手。通过打破限制性信念、调整能量振动频率和掌握两把钥匙等方法，我们可以逐渐释放内在的神性力量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。